我是楚清歌，现代顶尖特工，医术高超，精通药理，出任务时意外牺牲。现在我成了大楚国丞相府的痴傻嫡长女。原主撞见庶妹楚若雪将亲祖母推下台阶，楚若雪怕事情败露，给她灌了药，扔进这冰池里。哟，姐姐命真大，这都没上来，你就算活着爬上来也没用。祖母走了，没人护着你这个傻子。爹爹已经收了摄政王府的聘礼，后天你就要替我嫁给那个五位正妃相后离世、手段凌厉的摄政王爷君临渊。你这傻子，活不过新婚夜的。替嫁脱离相府的辽板，这不就送上门了？不过嘛，王爷虽然严厉，但万一看上你这张脸怎么办？妹妹这就发发善心，帮你添道疤，免得你到了那边不安分。这具身体严重营养不良，肌肉无力，硬拼绝对吃亏。那就用傻子的方式解决问题。坏人，有坏人来害人了！啊，你疯了！打死坏人，打死你！我的脸！坏人流血了，青青怕，青青要吃糖糖。特工的肌肉记忆，哪怕换了具弱鸡身体，这点小事也绰绰有余。你这个不懂事的丫头，你敢伤我女儿！来人，给我好好教训她！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任人欺负。教训她，给我好好管教她！王老师捉小兔了，庆祝就要飞飞。哎呀，我的腿！这孩子今天怎么力气这么大？这孩子今天不对劲儿，差点就轮到我了。没用的，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夫人息怒，2日后就是大婚，皇上赐文赐婚的懿旨上写明了要嫡长女，要是把她弄伤了，抬不进摄政王府，相爷怪罪下来。算你运气好，等你进了摄政王府，有你好受的。把她带回那个院子，让她好好反省2天，等上了花轿，看谁还护着你。刚才那一下，自己也受了点伤，这具身子太弱，必须尽快调理。大小姐，您受苦了，这是奴婢省下来的，您快吃一口垫垫肚子。原主懵懂这么多年，这丫头一直不离不弃，是个忠心的。别哭，以后没人能欺负我们。大小姐眼神不一样了，她好了。有人来了。安神汤，这里面加了不该加的。苏轼这是怕我出嫁那天乱说话。大小姐，夫人体恤您受了惊吓，特意熬了安神汤，喝了吧。苦死了！不喝，苦死了！扶住他，让他把药喝了。这眼神不对。这是你自己选的。
大半夜的，你们在这里吵什么？正好，有人能为我做主了。后天就是替嫁的日子，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任何乱子。爹爹救命啊！坏女人不给晴晴饭吃，晴晴饿肚子。那个老太婆还拿烫烫的水泼晴晴，水里有虫虫，好臭好苦。晴晴不要嫁给那个冷面王爷，晴晴要去大街上告诉皇上伯伯相府虐待晴晴。我不在乎这个女儿的死活，但我的官声和相府的颜面绝不能毁。混账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个刁奴拖出去发卖了。青哥别怕，爹爹给你做主。来人，把大小姐请到西厢房，好生伺候着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虽然这具身体弱了点，但我的眼力还在。打中大鸟了，大鸟掉下来了。主子让我来监视这个姑娘，谁知道她打弹钢能这么准，太奇怪了。傻子，这是你的嫁妆，后天给我老老实实上花轿，敢出一点差错，我饶不了你。原主亲娘乃江南首富之女，当年10里红妆嫁相府，苏氏想用破烂打发我，做梦！不要，这不是娘亲的箱子，娘亲的箱子会发光，里面有金光闪闪的大石头。晴晴要去前院哭，晴晴要去大街上哭，让所有人都看看相府怎么欺负倾城。你给我闭嘴！住手！苏氏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把当年先夫人的嫁妆单子拿出来，原封不动的给她装上，少了一件，我立刻休了你。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，准备留给若雪当嫁妆的钱啊！这就叫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原主以前经常挨饿，习惯把偶尔得到的糖块藏在这里。好强的压迫感！传闻中的冷面煞神摄政王君临渊，他竟然亲自来探查了。哥哥，你的眼睛真好看，像天上的星星。青青请你吃糖糖。安慰说她是个会打弹弓的姑娘，可她此刻的神情却干净澄澈，不染一丝尘埃。西域曼陀罗加上深海平冰草，这可是罕见的奇症，混合在一起极难医治。这位摄政王时日无多了，这替嫁的日子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得多。我的好亲哥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娘来亲自为你梳妆。他们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人欺凌的痴傻儿吗？等着今晚被摄政王好好管教吧。来，喝了这杯出阁茶，咱们就出发了。安神药，无色无味，分量还不轻，这是想让我上了花轿就浑身无力，无法反抗啊！喝茶茶，晴晴要喝甜甜茶。我的衣服！夫人，吉时快到了，
误了吉时，王府怪罪下来，相爷那边不好交代呀。你给我等着！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相爷仁义呀，一个痴傻的女儿，竟也给了这丰厚的嫁妆。是啊，这可是摄政王府的婚事，相爷此举既疼了女儿，也给了王府天大的面子。小女虽痴，却也是我楚正德的嫡长女，她母亲当年留下的嫁妆，老夫自当原封不动地为她备上，绝不叫她受了委屈。箱子铿碰的声音，不对，是石头和铁块。苏轼果然另有打算，用了以假乱真的法子，楚正德恐怕也被蒙在鼓里，或者他根本就是默许了。吉时已到，起轿！秦哥，到了王府要安分守己，好好侍奉王爷，莫要再像在家里一样胡闹了。爹爹，青青听话。安分守己，若此刻揭穿，以楚正德爱面如命的性子，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压下此事。要玩就玩一票大的，要让这相府的体面在全京城百姓面前被彻底撕破。听说这位楚大小姐有些痴傻，可惜了，要嫁给那位性情冷厉的摄政王，这么丰厚的嫁妆真是难得。想让我受委屈，想吞了我娘的嫁妆，还想踩着我博个好名声，做梦！啊！天哪！我看到了什么？相府嫡女的嫁妆是石头！刚才楚丞相还说原封不动，感情就是用一堆破烂糊弄摄政王府，这相府也太丢人了。就是，这不是打摄政王的脸吗？这是把大家和摄政王都当成傻子耍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这要是传到皇上和摄政王耳朵里，欺君罔上、藐视条皇族的罪名，足以让我楚家万劫不复。混账！有刁民惊扰队伍，冲撞了花轿。来人，把箱子给本相围起来，将这些乱嚼舌根的百姓全都轰走。慢着！楚相爷，王府下了天价聘礼，迎娶相府嫡女，您就用这一箱石头、一箱废铁来做我王府的十里红妆，莫不是在公然折辱我摄政王府？完了，怠慢王府，有失体统，这要是追究起来，相府上下都要受重罚。好你个大胆奴才，竟敢伙同外人调换先夫人的嫁妆，败坏我相府名声，陷本相于不义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本相今日便要清理门户，以正加风，能先拿你顶罪，堵住众人之口。楚相爷好快的反应，这就急着处置下人了。我王府迎亲可不是来看相爷您当街训诫家仆的。萧统领息怒，是老夫治家不严，才出了这欺上瞒下的恶奴。我即刻派人回府补集真嫁妆，还请看在吉时份上，先迎王妃入府，莫误良纯。先把人送进王府，事后备上厚礼，总能平息摄政王的怒火。
摄政王驾到！参见摄政王，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来了，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竟然亲自来了。楚相，好大的排场，拿一堆寻常石头就想应付本王。王爷息怒，王爷明鉴啊，是府里的刁奴偷梁换柱，与臣绝无半点关系啊！臣这就将这刁奴严加惩处，给王爷一个交代。王爷定会顾全大局，不会当众把事闹大的。是他。哥哥，爹爹骗人，羞脸！骗人，羞脸，这是那个传说中的小大小姐在说话。完了，这2个字化作巨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天灵盖上。这个孽女疯病又犯了！来人，把大小姐的嘴堵上，塞回轿子里去，别冲撞了王爷驾前。只要她闭嘴，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是。抓不到！啊！我的头！送上门的人头，不要白不要。我的肋骨！哎呦，我的脚麻了，动不了了！这哪里是个傻子？这分明是练过武的吧？青青没疯，青青不傻。那个抢爹爹的坏女人，昨天晚上偷偷告诉雪儿妹妹，要把娘亲留给青青的会发光的大石头，全都藏在主院的大床底下，换成这些不亮的破石头。青青不要破石头，青青要娘亲的大石头啊！坏女人抢爹爹的，那不就是相府继使吗？雪儿妹妹就是庶女楚若雪。原来是相府主母监守自盗啊！虎毒不食子，楚相一家为了吞噬嫡女嫁妆，竟做出这等于龌龊事。大小姐要不是被逼急了，恐怕到死都是个糊涂鬼。完了，这一次彻底的完了。一派胡言！王爷明鉴，这傻孩子的话，他的话做不得数啊！他是病糊涂了呀！大哥哥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这孩子有点意思。楚相，本王忽然对你家主院床底下那些会发光的大石头很感兴趣。王爷明鉴，王爷息怒啊！后宅乃女眷居所，此刻内兹与小女恐怕尚未整理好仪容，这与理不合啊！臣这就回府将嫁妆重新清点核对，给王爷送来。还在找借口拖延？爹爹又骗人！那位夫人根本没有休息呢。青青昨晚听到她跟雪儿妹妹说，要把娘亲的那些大石头一块一块搬出来数，要数到天亮才过瘾呢。这位相府夫人可真是细致啊！这画面想想都有意思。楚大人这下可真是被自家女儿说的没话说了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他说的全是真的。哼，萧寒，去相府主院，把本王感兴趣的石头取出来。属下遵命。王府侍卫听令，目标相府主院，随我前往。是。相府内宅，岂容随意闯入？来人，拦住他们！那可是摄政王府的精锐，谁敢阻拦啊？
走。等那个孩子今晚在王府安顿好，那些家产就能转到若雪名下了。夫人，您今天气色真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擅自闯入相府内宅！你们不许进去！那是我的房间，你们不能动里面的东西！你们放开我，不许碰我的床！原来如此。放下。哼，这才是真金白银该有的分量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！这是我苏家的私房钱，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提己，不是先夫人的嫁妆，你们不能抢，这是我的！连私房钱都搬出来了，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王爷明鉴，是臣治家不严，内母愚钝，贪图小利，竟将自己的私产与先夫人的嫁妆混淆一处，这才闹出这等天大的笑话。糊涂东西，还不快向王爷请罪！你的几箱提己，岂能与先夫人那10里红妆相提并论？还不快快让开，让王府的将士们将真正的嫁妆抬出来！还能这么洗？楚相这脸皮是城墙拐角做的吧？太不要脸了，这都能颠倒黑白。哦，既然是苏夫人的私产，那本王倒要开开眼了。开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动手！这是私房钱，开什么玩笑？这等财富简直富可敌国。就是把大楚国库搬空，也未必有这么多吧？大鸟是大鸟，是娘亲箱子上的大鸟，青青认得，这个大鸟会飞，是娘亲的。凤凰展翅，这是富甲天下的江南沈家独有的家族徽制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一刻，相府的百年清誉，楚正德的半生官声，被砸得稀碎。这个孩子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1000万倍。这趟奉旨查案，似乎是我赚了。这嫁妆真好看啊！楚大小姐终于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。完了，都完了。母亲说这是沈家的荣耀，是女儿家立足于世的底气。被他们占用了10年，让原主受了许多委屈。今天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大小姐到了。这里果然和别处不同，戒备十分森严。王妃，请。有药香，看来府中有人受伤了。这么快就锁门了，看来王爷对我确实有些防备。也好，正好看他想做什么。君临院，好强的气场，若是寻常女子，恐怕会有些害怕。
好特别的眼睛，平静的不像话。这绝不是传闻中那个痴傻的楚清歌。装疯卖傻，当街行事。说，你究竟是谁派来的人？别动！活阎王，就这点压迫力，还不够给老师提鞋？王爷这般动怒，就不怕加速体内西域曼陀罗与深海寒冰草的毒发吗？这2种奇毒是我最大秘密，他究竟如何得知？你每逢月圆之夜，骨髓便如万蚁噬砍，五脏六腑如坠冰窟，丹田真气凝滞，生不如死。算算日子，今夜便是毒发之时吧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人。天下能救你的只有我，留我一命，我还你长命百岁。都给本王退下！王爷，看来我们的交易可以提前开始了。这个女人，若她敢耍花样，本王定要将她碎尸万段。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她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这股暖意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死，寒毒发作的剧痛怎么消失了？这不可能！这寒毒折磨了我10年，怎么会突然好转？是那个女人，她没死，也没逃。谁派你来的？说！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会知道我身上的关键穴位？王爷这般恩将仇报，可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昨夜我只为你施了9针，暂时稳住了你体内的寒毒，还有最后3针未落。你若伤我，不出12个时辰，你体内的寒毒必将加重10倍。届时再好的大夫也救不了你，唯有毒发身亡一个下场。我堂堂摄政王，岂会被一个女人用3言2语威胁？该死，这女人说的是真的。天下能解你这毒的只有我，我们做个交易。第一，我替你彻底治好体内的寒毒，让你恢复如常人。第二，作为交换，你要借王府的权势护我周全，成为我的靠山，直到我能自己站稳脚跟。第三，帮我查清10年前江南沈家满门遭难的真相，以及那个凤凰纹样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他果然知道，这桩陈年旧事绝对和他有关，我赌对了。事成之后，你我一别两宽，互不相欠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太后娘娘下了旨意，宣您与新王妃即刻入宫觐见。太后，相府的事刚在京城传开，他就立刻传召，时间眼卡得如此精准，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看来我们的合作得提前开始了。王爷，成交吗？成交，但你若敢有半句虚言，本王定不会放过你。一言为定。是真的效果快过了，寒症又要发作了。这玉佩手感真不错，一看就是常年贴身戴的，大魔王的贴身之物。入宫之后，收起你的爪子。太后不是楚正德，你想死，别脏了本王的地方。收起爪子，本姑娘的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。玉佩，玉佩，里面有个大魔王，不听话就要被吃掉哦。哥哥，太后是什么？
可以吃吗？好吃吗？摄政王留步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王爷可乘驾入宫，但王妃无诰命，无封号。按我大厨祖制，须在宫门前下轿步行。太后的下马威来得真快，我倒要看看这颗有趣的棋子要怎么破这第一局。祖制，本姑娘就是来破你这些陈规陋习的。放肆，简直是放肆！来人，还不快把王妃给咱家拉起来，成何体统？别碰我，你们是坏人！嘿嘿，王妃娘娘，您就别为难老奴了，这都是宫里的规矩。老公公真乖，还没过年呢，就给青青磕头讨赏啦。有点意思。本王的王妃体弱多病，见不得风。阮驾直入慈宁宫，挡路者以冲撞仪仗藐视王权论处。这位战神王爷的排场果然够大，这大腿抱得不亏。这哪里是寻常觐见，分明是带着十足的气势而来。听说那相府大小姐性子单纯，不知礼数。是啊，不知道等会儿会闹出什么笑话。哎呦，姐姐们瞧，这便是相府那位大小姐，果真是天真烂漫。瞧那模样，怕是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吧？很好，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教教她规矩。君临渊，就算你战功赫赫，在这后宫也得守哀家的规矩。临渊，既然入了皇家的门，就得守皇家的规矩。哀家瞧着，这孩子在家中怕是疏于管教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。是，太后娘娘。热茶里加了养养粉，分量不少，沾到皮肤就会红肿发痒，真是好手段。王妃娘娘见了太后还不跪下行礼？果然还是不能指望旁人出手。让本王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糖水是甜甜的糖水，青青要喝。我的是青青的糖水。这可是刚烧开的水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怕烫？放手！不给，糖水烫烫，青青要自己喝。别闹了，快给我！给我拿过来！就是现在！他抢我的糖水了！我的脸怎么了？这水有问题！有趣。怎么回事啊？好烫的水，小心点别沾到！成何体统？真是太不像话了！大魔王救命啊！水里有奇怪的东西，把嬷嬷和漂亮姐姐的脸弄伤了，好可怕！青青怕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精心安排的一切，竟然被他搞砸了！本王的王妃，果然是这世上最有趣的人。太后，
本王的王妃受了惊吓，您是不是该给本王一个说法？说法？竟敢在慈宁宫逼问哀家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个冷面王爷不好惹，不能在这里把事情闹大，只能先舍了桂嬷嬷。好你个恶奴！竟敢阳奉阴违，私下对王妃不敬，做出这等以下犯上之事！来人，将这胆敢冒犯王妃的恶奴拖入慎刑司，严加惩处，以儆效尤。太后饶命，奴婢冤枉啊！是您。林渊，这恶奴已被哀家惩处，王妃出入宫闱，便受了惊吓，是哀家治下不严之过。哀家赏赐10匹宫中特供的流云蜀锦，再加1对南海玉如意，给王妃压压惊。就拿这些东西想打发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不要，这些都不好，请不要这些。王爷，青青吓坏了，心口好疼，青青要吃甜甜的补药，要吃天山上的大雪莲，要吃红红的百年人参，还要吃好大它的千年灵芝压惊。放肆！那些乃是先帝御赐哀家司库的珍藏，岂是你能随意索要的？原来如此，这几味药材正好能解我体内的寒毒。太后，没听见吗？开司库。完了，他真的敢！他的司库藏着的可不止这几味药，今天就当是提前收点利息了。太后，药取来了。林渊，王妃受了惊，哀家这心里也疼得很。这天山雪莲、百年血参、千年灵芝，皆是先皇御赐，哀家珍藏多年的压箱之宝，今日便全数赏给王妃压惊了。哇，好吃的，是青青的。用龙葵草的汁液浸泡上色，再辅以黄连粉末压制药材本身的甜味，这是把我当傻子糊弄。这不是红红的甜人参，这是烂萝卜。青青不吃烂萝卜，青青要吃糖啊！一派胡言，那是我大楚皇室珍藏的百年血参，货真价实。你这女子竟敢污蔑哀家！你才胡说！吃，你吃，你把这烂萝卜吃了，青青就信你。完了，全完了。看来太后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连真假都分不清了。既然太后分不清，萧寒，属下在，带黑甲卫去太后司库，帮太后亲自挑。君临渊，你敢动哀家的司库？那是先皇御赐，你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黑甲卫听令，目标慈宁宫后殿，给本将搜。1队破门，2队清场，3队搬运，但凡阻拦者，格杀勿论。拦住他们，给哀家拦住他们！爽，这才是土匪金村该有的排场。这个女人总能给我带来新的惊喜。王爷，属下在司库最深处的暗格里找到了真正的百年血参，刚才那一根却是工人用普通萝卜伪造。君临渊，你
哀家定要上奏皇上，弹劾你目无君上，形同谋逆。太后若觉得本王拿多了，本王不介意，现在就去皇上的内档里，也帮他清点清点。哇，好大的发光石头，亮晶晶，这个也好玩，带回家给茯苓当捣蒜杵。太后的私库里为什么会有我娘的东西？老妖婆的私库里为什么会有我娘的东西？哇，这个小盒子最好看，青青要拿回去装糖豆。不，放下，那个不能动，给哀家放下。太后。如此紧张一个装糖豆的盒子，莫非？没有，那是先帝御赐的遗物，里面装着哀家与先帝的定情信物，对哀家意义非凡，绝不能外流。定情信物，老皇人的定情信物会刻着我沈家的凤凰图腾，骗鬼呢？这是母亲生前从不离身的信物。哼，小气鬼老妖婆，里面全是破纸片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不跟你玩了。大魔王，青青饿了，肚子咕咕叫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既然王妃玩累了，那便回府。太后今日的赏赐，本王与王妃很满意。日后若再有这种好茶，太后大可不必麻烦旁人，自己多喝点，补补身子。太后，快传太医，太后娘娘晕过去了。东西拿出来。大魔王要吃红萝卜吗？很甜的哦，给你咬一口。老狐狸终于忍不住了。本王再问一次，太后私库里那枚刻着凤凰图形的血玉令牌，你以为能瞒得过本王的眼睛？自己拿出来，或者本王亲自来搜。王妃好手段，这是想跟本王同归于尽。体内寒毒猛烈反噬，真气运转出现致命住。我的钱你们也敢动，找死！本王的王妃果然是这世上最合心意的珍宝。王妃好身手，记得留个活口。完毒，关公门前水内滴。左3寸，踏一穴。右后方3尺，断其腕。老娘辛辛苦苦打劫来的钱，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砸坏了算你的。本王妃的保护费收好了。王妃的命就值这个价？嫌少，等老娘宰了他再给你加。留下吧。王爷受惊，属下救驾来迟。封锁四周。在本王妃面前玩服毒。君临渊，该死！为了掷出那把破扇子，他强行催动了真气，冲破了玄阳九针的封印，引得压抑10年的寒毒全面爆发了。他的性命已在击毙之间。萧寒，回府，是，用最快的速度。是。呀！
王爷，别碰他！王爷的护体真气失控了，快退！所有人都退后！君临渊，别给老娘装死！想死也得等我把你身上的利用价值榨干了再说。都给本王妃滚远点儿！耽误了救人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他陪葬！再这样下去，不等我救他，我们俩都得被冻成冰雕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收了保护费，就给老娘办事。咽下去。玄阳9针，前6针，放。还剩最后3针，也是最凶险、最要命的3针。这不可能！同出一源，是同一个人，给君临渊下毒和给我下毒的是同一个幕后黑手。完了，千平。最后1针，破！比连续执行3次 S 级任务还累，这买卖亏了。收了保护费，就给老娘办事。你救了本王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命，本王护了。男人，刚从鬼门关回来，就开始说胡话了。先别急着感动，也别急着许诺。我刚才给你施针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：你体内的西域曼陀罗毒瘾，和我以前中过的一种让我痴傻了10年的奇毒，是同一种东西，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匪。王爷、王妃出事了！楚丞相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，说王妃回门之日未归，乃大不孝。他竟以此为由，请动了圣意，带着3000御林军，以搜寻王妃下落为名，将咱们摄政王府给团团包围了。好一个我的亲爹，这是上赶着来送人头了。走，本王陪王妃去收点利息。摄政王府上下听着，王妃楚氏乃本相嫡女，新婚回门，天经地义。摄政王君临渊无故扣押王妃，阻其归宁，此乃蔑视人伦，大不孝之举。本相今日乃奉皇上口谕，为皇家清理门户，为小女讨还公道。
尔等若再敢阻拦，便是违抗圣意，形同谋逆。君临渊，你个短命的疯子！本相已得确切密报，你回府途中遭遇顶尖刺客劫杀，寒毒已然全面爆发。此刻怕是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算不上了吧？你一死，这摄政王府的泼天富贵，还有你手上的兵权，都将是我楚家的囊中之物。萧寒，本相数到3，若再不让开，休怪本相下令踏平你这王府。给本相听着，冲进去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那是楚相带着3000军马，刀指本王府宅，剑逼本押家臣。你是想造反吗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寒毒全面爆发，神仙难救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不仅活着，他身上的威压，为何比传闻中全盛时期还要恐怖？王爷息怒，下官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呀！下官只是小女清歌今日未曾回门，下官爱女心切，一时糊涂，这才惊扰了王爷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对，楚清歌，只要楚清歌死了，我照样可以给他扣上一个虐杀发妻、残暴不仁的罪名，届时联合朝臣一同弹劾他。君临陵就算不死，也得脱层皮。老东西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好啊，本王妃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爹，救我！爹，救我！天助我也！这个傻子没死，他没死就是君临玉虐待发妻的活证据。君临渊，你竟将本相的爱女，你的发妻折磨至此！你看看他身上的伤，在场各位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这就是我大楚的战神，他竟是这样一个对发妻滥用私刑、残暴不仁的恶魔。本相今日便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将他这桩恶行公之于众，请陛下为我楚家，为天下人主持公道。爹，你派来杀青青的黑衣人好可怕，他们有好长的剑戳青青好疼啊！什么？爹，你骗人！你明明说，只要青青在回门的路上死掉了，就能让二妹妹代替青青来当新的王妃。你还说，只要二妹妹当了王妃，就能把大魔王家里所有的金子、银子，还有亮晶晶的火石头都搬回我们家。到时候，我们家就比皇帝伯伯还有钱了。你这个疯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为父何时派人杀你？你这是污蔑，血口喷人！该死，这个傻子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不，他一定是疯了，在胡言乱语。萧寒，把楚相送给本王的回门大礼抬上来，让大家开开眼。是。抬尸。楚相刺杀当朝摄政王与摄政王妃，这诛九族的罪名，你想怎么处置？老东西，上钩了。嗯。
该宰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天啊！刺杀是摄政王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！我等奉皇命而来，竟是成了楚相谋逆的刀，岂有此理！不，我不能死，我楚正德还不能死。只要一息尚存，便未到山穷水尽。君临渊，楚清歌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只要能劫持楚清歌这个傻子王妃作为人质，就能逼君临渊投鼠忌器，为自己换来一线生机。王爷小心！老东西，终于不装了。哼，在本王面前玩真，你也配？这火焰王长得也太妖孽了吧！冲这张脸，别说挡枪了，倒贴钱都行啊！这波血赚不亏。不可能，传闻中他早已被寒毒毁容，形同恶鬼，怎么会？太像了！先帝是玉德先帝啊！龙鳞胎记，此乃先帝一脉嫡系皇子才有的真龙印记啊！当今圣上登基之时，演说先帝沉迷丹药，无心后宫，一掷绝嗣，这根本是欺瞒天下的弥天大谎！胡说！你们都疯了！他只是一个失势的九皇子，一个被厌弃的怪物，怎么可能是？御林军统领赵芒参见太子殿下，我等为奸人蒙蔽，助纣为虐，罪该万死。从今日起，3000御林军誓死效忠真龙天子，为先皇复仇，清君侧，诛国贼，愿为君上效死。我处心积虑钻营一生，到头来竟成了谋逆篡位集团的一条走狗。我今日所有的算计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清哥，我是你爹呀，你救救爹，你不能不管爹呀。爹，我娘被你们母女下毒，在床上活活熬死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，你是我爹？楚正德失手，遗诏现世，御林军倒戈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彻底撕碎了我最后的伪装。君临渊，摄政王君临渊，狼子野心，谋逆造反，伪造先帝遗诏，蛊惑军行，其罪当诛。众将士听令，诛杀逆贼君临渊者，赏黄金10000两，封万户侯；斩杀妖女楚清歌者，赏黄金5000，官升3级。那可是万户侯，一步登天的泼天富贵。真龙天子，先帝遗诏，那又如何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今日你和你这江山都将与哀家一同埋葬在这里，这天下终究是哀家与我儿的。怕不怕？哼，怕，老娘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。大魔王，今天让你开开眼，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超能力。老妖婆，你以为掌控了区区5万禁军就能赢了？江南沈家，听令！不可能，那是哀家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有？拦住他，拿下他！快给哀家拿下他！
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们来玩一把大的。老妖婆，我要你要他们整个皇室，从此刻起1文钱都花不出去。传我沈家令，即刻起断绝大楚皇室一切资金往来，停止对朝廷的一切粮草、军械、药材供应。京城之内，所有沈家名下的米铺、粮行、药铺、钱庄、布庄，全部关门谢客。遵少主令。反了，都反了！哀家手握5万大军，信不信哀家就将你们这些乱臣宰子，连同你沈家的产业一同踏平！踏平！诸位将士，本王妃只问你们3个问题：你们每个月领的军饷；第二，你们每日操练所撤食的粮草是谁供的；第三，你们远在家乡的妻儿老小是靠什么花起？朝廷国库早在10年前便已空虚，这10年来，你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你们拿回家养活妻儿的每1文钱，都是我沈家在替那个坐在皇位上的篡位贼，替这个疯癫的老妖婆垫付。如今他们要杀我，要灭我沈家，你们要为了一群连你们军饷都发出的无能之辈，砸了你们自己的饭碗吗？从继续为他们卖命，你们不仅要背上助为虐遗臭碗的叛国饭都吃不上，你们的家人更会因皇室的倒台而断了生计，活活饿死。但若你们现在放下武器，效忠先帝遗诏所立的真龙天子，我沈家在此承诺，所有将士军饷翻3倍，当场发放，粮草肉食管够，绝不克扣1粒米。你们所有人的家人皆可入我沈家遍布天下的商行、田庄做工，薪储加倍，永不愁吃穿。老娘用钱砸死你！末将等等，愿弃暗投明，效忠真龙天子，效忠少主。吾等愿效忠真龙天子，效忠少主，效忠少主。这不可能！哀家筹谋半生，权倾天下，怎么会输给你这么一个傻子，一个上古之女？你不仅输给了他，你引以为傲的皇权，你所珍视的一切，在本王和王妃眼里，不过是个笑话。鬼，有鬼啊！王妃，走，随本王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呀！君临渊，你这个阴魂不散的怪物！不好，是先帝时期为防宫变而设下的绝龙阵。然而，这仅仅只是开始。是剧毒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君临渊，你以为你赢了？10年前就是我和母后联手，在父皇的汤药里下了毒，亲手送他归了西。也是我，在你最志得意满的时候，给你种下了这天下奇毒西域曼陀罗。看着你这个天作奇才，像条狗一样被寒毒折磨10年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还有你，楚清歌，你以为你那痴傻的10几年是天生的吗？错，是我忌惮你娘江南沈家的泼天富贵，故意给你下了同源之毒。只要你这个傻子嫡女顺理成章的死去，我便能让楚家那个庶女取而代之，再通过她兵不血刃的将沈家的一切都吞入囊中。我算好了一切，这紫韵龙涎香便是曼陀罗之毒的终极催化剂，无色无味，无药可解。君临渊，你体内的寒毒本就被强行压制，根基不稳，只要吸入1口这催化之物，
那股寒毒便会瞬间反闪100倍、1000倍。届时，任你是什么真龙天子，也得当场爆体而欢，化作一尊永世不化的冰雕。今日，我就要拉着你这个天下真正的主人，还有这满朝文武，一同给朕陪葬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跟我玩毒，你祖师爷来了都得给我磕一个。味道不错，就是纯度低了点。纯度低了点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本王妃在禁地密室里只是单纯的在给他拔毒？真是井底之蛙。我顺手抽了他半斤毒血，研究了一下，不得不说，你这曼陀罗的毒性构造还挺有意思，所以我就顺便把解药给搓出来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紫玉龙涎香与曼陀罗结合，天下无解，无解！味道应该也不错。不，朕才是天子，朕才是！聒噪。10年前，你夺我储位，断我经脉，让本王受尽10年寒毒之苦。10年后，本王回来了。君天策，这天下你坐不稳。你引以为傲的皇权，你处心积虑的一切，在本王眼里，如同你脚下这堆烂木头，一文不值。现在，下去给父皇磕头认错吧。恭迎太子殿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妃，保护费交清了。这江山归你，你归本王。疯了！这个男人彻底疯了！这波操作，我给满分。切，这破石头冰凉沉重，还没我库里的金砖实在。成交。先帝遗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自今日起，废除后宫6院，朕此生为皇后一人，永不纳妃。皇后处事文成武帝，志绩无双，当与朕共掌天下，相监国之权同批造纸，共决国事。江南沈家商行国库为皇室正统，开掌裁处万世之商道。喂，君临渊，后悔把江山分我一半吗？只要你在，这天下
才有意义。